硅基实验室 AI 日报第14期。今天最大的一件事 ，OpenAI 公开承认 GPT 5.6 已经在改自己赖以运行的那套代码。他去优化了自家推理引擎最底层的显卡内核，把服务成本压下来 20%。左脚踩右脚，这回是真踩了一下，但踩的地方可能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等下拆开讲。今天还看这些，谷歌的机器人模型学会了看视频给自己纠错。一篇论文说大模型的护栏上有个改不掉的洞。今天的小课堂讲提示词工程，一件一件讲明白。快讯风暴，1分钟6条。第一，纳德拉在财报电话会上确认，微软那个把聊天、写代码和自动化代理捏成一个的 Copilot 超级应用，这季度就推，但哪天推、怎么收费，一个字没说。第二，扎克伯格说 Meta 要压住个人 AI 代理，全天候替你办事，主入口放在 WhatsApp， 同时把今年的资本开支指引又抬高一截，理由是内存这些元件涨价。第三， OpenAI 宣布给10万名学术研究者免费开放前沿模型，一直用到2027年。第四，中国的 Momenta 拿到德国全国性的 L4 路测许可，中国公司里头一家，以后不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报批。第五，谷歌的音乐模型 Lyria 3.5 上线，能锁节拍速度，还能把整首歌拆成份轨导出，老用户免费。第六，一条有点狼狈的 Cloud 昨晚全球宕机，多个模型一起返回过载，挂着它接口的第三方工具一并趴窝，官方说定位到了，原因至今没讲。先说头条 ，OpenAI 昨天公开了一件事，他们把最强的那个模型 GPT 5.6 Soul 用来优化自己跑起来的这套系统，生产环境的服务成本降了 20%。改的是显卡内核，模型每吐一个字，底下真正干活的是显卡上一小段极底层的代码，这段代码差一点，成本就差一大截。而写好它一直是全行业最稀缺的手艺，全世界能写的人不多。OpenAI 说 Soul 学会了2种专门写这段代码的编程语言，然后动手改了自家推理引擎里的核心内核。那说人话，这到底算不算传说中的自我进化？算，但要减半个档。第一，他改的是工程，不是自己的脑子，模型没有重训参数，干的活更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性能工程师，读代码、改代码、跑测试，看哪版更快。第二，全程有人指挥，有人验收，代码要进生产，还是走人类那套评审，不是模型半夜偷偷把自己升级了。第三，这个数字目前只有 OpenAI 一家在说，外部没人复现过。但你也别小看这半个档，这一行最贵的2样东西，一是显卡，二是能把显卡榨干的人，现在模型开始接手第2样，而省下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明天的余粮。今天他们刚宣布给10万名研究者免费开放前沿模型，同一周发生，绝不是巧合。所以这条新闻真正的分量不在成本，在方向，模型不再只是产品，它开始变成生产自己的那条流水线上的工人。次头条，谷歌 DeepMind 发布了 Gemini Robotics E22 是具身推理的缩写，注意，它不是直接控制关节，决定手抬多高的动作模型，它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一层，看懂环境，拆解任务，安排先干什么。这一代最大的变化是学会了看视频，以前的机器人模型基本是看一张张照片做判断，现在它能盯着连续画面，实时判断这活干到哪一步，是不是搞砸了，该不该往下走。官方给的数是判断任务进度的准确率7%出头。第二个变化更有画面感，多机协作。官方演示里，一台人形机器人和一台机械臂在同一个工位分工，一个递过去，另一个接住继续做，这是过去单台机器人干不了的活。安全上也有进展，人一靠近就停，人走开又自动接着干。说人话，机器人一直有个尴尬，动作做得越来越像样，却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一步错就一路错到底，得靠人盯着。学会看视频补的正是这个洞，先有自我检查，才谈得上无人值守。但别急，进度判断7%，说白了还有将近一半时候会看走眼，这远不是能放手的水平。现在能用的是 Gemini 的接口和 AI Studio， 企业平台还在私有预览。它更像是把机器人的大脑挂上了云，不是明天你家就有个能干活的机器人。把今天的动作连起来看，一条线特别清楚，模型正在往产业链的上游走。以前它是被造出来的产品，今天它开始参与制造自己，
OpenAI 让模型去改推理引擎的底层代码，谷歌让模型去当机器人的大脑，李飞飞的团队让世界模型去训练真机器人， OpenAI 又把前沿模型免费摊给学术界当工具用。4件事方向一致，模型从货架上被搬到了车间里。可就在同一天，另一条线在提醒我们地基还没打牢。一篇论文说大模型分不清一句话到底是谁说的，而这是架构层面的毛病。 Cloud 昨晚全球宕机，官方到现在没讲原因。上游走得越快，底下这些没解决的老问题代价就越贵。AI 小课堂第14课讲提示词工程，也就是怎么跟 AI 说话。先摆个事实，同一个模型提示写得好和写得差，结果能差出几倍，这不是玄学。模型是在按你给的上下文猜你要什么，线索越少，它猜错的空间越大。3板斧记住就够用。第一，给角色，别上来就问怎么写方案，先说你是一个做了10年 B 端市场的策划，模型会立刻切到那套词汇和判断标准。第二，给例子，你想要什么格式什么语气，与其形容3句，不如直接贴一个样例进去，模型模仿的本事远强过理解你的形容词。第三，给步骤，把大活拆成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或者干脆加一句让它一步步来，推理类任务的质量常常肉眼可见的往上跳。再补2个习惯，要求写成清单比写成散文更容易被照做，把不要什么也写出来，比如别用比喻，别超过300字，负面约束往往比正面描述管用。最后是最重要的一句，提示词是杠杆，不是魔法，它能把模型本来就有的能力撬出来，撬不出模型没有的能力。模型不知道你公司内部的事，你写的再漂亮它也只能编。那时候该做的是把资料喂给他，而不是继续琢磨措辞。附题速览，今天还有这7条。第一，李飞飞的 World Labs 把世界模型用到了机器人训练上，先照着真实场景重建一个能交互的虚拟世界，让机器人在里面练，练好再放回真机干活。合作方是他们这个月刚收购的一家仿真公司。第二，一份第三方平台的周榜显示，中国模型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13周超过美国，全球前5全是中国模型，小米的 Mimo 升到第1。第三，一条好玩的，有人写了个推理引擎，让一台 M 系列的 Mac 只用大约2个 G 内存就跑起了260亿参数的模型，办法是把用不到的专家放在硬盘上，要哪个再流式读进来。这项目昨天冲上了 Hacker News 第1。第四，据报道，台积电在开发一种面板级封装，用方形面板代替元晶圆来封装 AI 芯片，为的是绕开卡脖子的先进封装产能，不过量产要等2028年下半年往后。第五，马斯克说 Grok 4.6 大约8月7号上线， 4.7 再过几周跟上，参数说法各家对不上，等上线再看。第六，微软财报里最值得记的一条， Azure 的年化收入第一次迈过1000亿美元，季度增速 43%。 第七，据报道，月之暗面完成了超过3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下一轮已经提前开谈，公司自己还没出面确认。追踪剧场，今天有一条线出了新事实， AI 减速联署信线。昨天我们讲过，1000多名一线员工联名要求把能减速的机制先建起来。那封信里最核心的担忧，原话是模型一旦开始自己改进自己，进展可能会快到人类看不懂也管不住。今天这句话有了第一个生产级的实例，不是在实验室里，是在 OpenAI 每天真金白银跑的服务上。这条线接下来值得盯的是各家会不会把这类自我优化的用法纳入他们自己承诺的评估和披露范围。今日数字盘点，几个别处没提过的数。今天最值得记的是 15%， 同一次自我优化里的第2个成果，靠改进推测解码，让一个小模型先抢答，大模型只负责验收，模型吐字的效率提升了这么多，成本那条是省钱，这条是变快。其余几个，谷歌新机器人模型定位关键时刻的准确率9%，平均误差 0.96 秒。Meta 光是第2季度的资本开支就有3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接近翻倍。微软给出的下一财年资本开支指引2550亿美元起步。中国模型上周的调用量33万亿 token， 大约是美国的14倍。那个塞进2个 G 内存的模型，总参数260亿，每次只激活 38.8亿。最后一个不是数字是出处，今天那套骗过护栏的攻击手法，最早是拿下 OpenAI 2025年8月红队黑客松冠军的作品。
明日看点，替你盯着这几件事。3颗星，待观察。微软 Copilot 超级应用的落地时间，说了这个季度可日期、平台和收费方式全空着，落不落得下来是硬指标。2颗星，8月7号前后 Grok 4.6 上线，马斯克的时间表向来乐观，先看他能不能按时出现。2颗星，待观察。机器人新模型的企业预览会不会放开，现在只有接口和实验台，真正的考验是进到工厂里。2颗星，待观察。各家厂商对那套伪装思维链攻击的回应，目前一家拒绝置评，一家没回应。明天这个点有进展，第一时间接着讲。今日聚焦，最后一条，也是今天最该被记住的一条。一篇发表在机器学习顶会 ICML 上的论文说，大模型的安全护栏上有一个可能改不掉的洞。2位独立研究者发现，模型其实分不清一句话到底是谁说的。你可能以为系统提示、用户输入、模型自己的思考，这在程序里是分得清清楚楚的3类东西。但在模型眼里，它们最终都是一串文本。模型靠语气和用词去猜这句话的身份，像系统在说话的就当系统，像他自己在心里嘀咕的就当是自己想的。攻击就来了，把一条危险指令写成模型自己思维链的那种语气，模型会以为这是自己刚想通的主意，然后照做。研究者用这招让一个开源模型吐出了违禁品的合成步骤，也在 GPT-5 上得到类似结果。论文发表后，另外几家的模型也被观察到同样的毛病。我们不给任何具体做法，只讲为什么它难修，因为角色不是模型里的一个开关，而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本身。你没法在不打断他推理的前提下硬装一道防火墙。论文作者的原话是，这有相当的概率是一个根本无解的问题。注意，这是研究者的判断，不是定论。说人话，我们过去2年建立的所有安全感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模型知道谁是主人。今天这篇论文说，它其实是靠猜的。回头看今天这一期，上半场模型开始改自己的代码，开始当机器人的大脑，往上游走的又快又稳。下半场有人告诉你，他连谁在跟他说话都还没搞清楚。这2件事同时是真的。他先改的是账单，不是智商。这算自我改进还是自动化？评论区告诉我。以上就是今天的 AI 日报。今天最该记住的一句话，模型正在学会造自己，但还没学会分辨谁在指挥它。照例说明，服务成本和效率提升的数字都是 OpenAI 官方口径，尚待第三方验证。机器人模型的基准分同样是官方口径。那篇论文说的无解是研究者判断，不是行业定论。月之暗面的融资与台积电的封装计划均为媒体报道，公司未正式确认。如果这10分钟对你有用，点个订阅，我们每天这个点见。硅基实验室，不聊概念，只跑结果。